你现在看到的画面，在首尔的街头，现在很多首尔的民众站出来，他们不是反尹锡悦，你很难想象这些人竟然都是尹锡悦的支持者，而且这些尹锡悦的支持者在韩国的街头已经比反尹锡悦的人还要来得多，他们的情绪还要高昂，而且尹锡悦现在的支持度，按照最新的数字已经高达40%，这是台湾人完全无法想象。我们看到尹锡悦当时他在发动戒严的时候，他的声望相和日加的声望持续落，一直落到只有11%，但没有想到现在最新的调查，他的支持度已经高达了40%，而且整个韩国的执政党，也就是尹锡悦的政党，已经从原来的30%增加到36%，而且在野党的整个声势明显的往下滑。现在韩国你感觉上居然出现了一个猪羊变色的状况，而这个为什么突然尹锡悦明明已经达到谷底了，明明已经要变成了阶下囚，为什么突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反转？而这个反转现在看起来跟美国至关重要。我们看到了布林肯跑到了韩国，虽然没有讲尹锡悦3个字，可他讲得很明白，我完全相信韩国民主制度的韧性。他甚至讲，他现在看到的完全符合依据宪法跟法治原则，是不是代表布林肯跑到了韩国，他完全支持尹锡悦？支持尹锡悦之后，你就看到整个韩国的气氛完全改变，尹锡悦的支持度非常明显的上升了以后，就看到了在野党整个的声势完全受到打压。那现在美国不只有这样子，它根本这个就是中美大战中间的一个旗帜。美国在这个时刻又开始对中国的腾讯，对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大疆无人机，甚至对它的宁德时代，都说这跟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系，跟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系，我就要进行了制裁。也就是现在川普要上任了，拜登要卸任之前，难道中美的关系更加紧张吗？难道真的中美的大战到现在才开始进到深水区吗？好，我们今天请到了别人的采访首位的财经专家黄哲松，你好，大家好。好，这是美岛电子报道吴子嘉，大家好。好，第3位是资深媒体姚维珍，大家好。好，第4位是资深媒体王瑞德，大家好。好，第5位是资深媒体吕一峰，大家好。好，第6位是资深的政治记者张宇轩，早。好，是哦，我真的觉得世事如棋，千变万化，我都没有想到，我是看到了伊隆马斯克突然转载了一个文章，说，韩国进入到了一个疯狂时代吗？他转到很多人，怎么韩国的街头这么多人？韩国这么多人，我以为说都是反尹锡悦的，都是要求尹锡悦下台的，没有想到他们都是尹锡悦的支持者。而且尹锡悦，你原本以为他应该下台下定了，对吧？没有下签了。宝杰，那他现在民意支持度开始在往上窜升了。你知道他原本的民意支持度在他上任的时候只有40%，就这样一路往下跌，在戒严的时候跌到11%，他现在民意支持度居然强弹到40%，上任以来的最高点，这太夸张了吧？虽然目前为止来说，完全有底气来跟这个李在明对抗。刚才讲的。当时不是国会整个改选吗？对，当时不是国会改选输掉了以后，他那个时候是掉到30%，没错，他从40掉到30，后来他发布戒严的时候掉到11%，对，就现在反弹到40。对，你想说发生什么事？因为为什么他拿出了他最王牌的一张牌，那就是美国牌。同时之间呢，美国也在这个时候呢支持尹锡悦。为什么？因为这是川普上任之前的最后最重要一场战争，他们绝对不能够让南韩呢变成是亲中派的市场。所以他这几天说，非常有意思哦。这个布林肯他居然在跑到了这个南韩去，这个是哪一天？1月6号。1月6号是什么？要逮捕尹锡悦的最后一天啊！他偏偏在这个时候来到这个地方，难怪韩国警方不敢动。对，那他说什么？他说美国完全信任韩国民主制度的韧性。好，我们所看到的还有预期的是和平的，那完全符合，还有依据宪法，还有法治原则。所以意思是什么？目前我看到都是符合法治还有宪法原则。所以尹锡悦所做的都是符合宪法跟法治原则。他在乎的是什么？他在乎的是协防的承诺。对啊，固若金汤。所以他意思是什么？我们美国跟韩国是真的是血盟关系，你千万不要出事啊！那我们看到都是 OK 的啊。他意思白话文就是这样，因为我们跟韩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利益。所以你从布林肯跑到了韩国，对。你的看法，你的解读是支持尹锡悦，当然马上就支持尹锡悦啊！所以尹锡悦，你看之前调查民调往上升啊，你看后来1月6号也不敢攻进去啊，
为什么不敢攻进去？那外面，宝杰，那外面的人啊，他们是他号召爱国的市民来这边地方抵抗这个要逮捕他的人，那他们挥舞什么旗？你知道吗？什么旗？他们挥舞美国国旗，真假的？他们有挥舞韩国国旗，还有挥舞美国国旗啊！这都是尹锡悦的姿色。他们你看，他们里面有美国国旗，美国国旗，他们就是美国人，而且他们口号是什么？啊，你们停止这个窃取我们的总统大选，窃取这个所谓国会大选的结果啊！那他们同时什么？他们同时要求川普出来主持公道。所以他们就是这样讲，他们都是以要求川普出来哦。也就是尹锡悦现在的困境是什么？是他输掉国会，是他输掉国会的多数，所以他陷入这个困境。所以他现在怎么说？他说国会是作弊，对，是在野党作弊，对，才取得国会多数的。所以他就开始玩川普那一套嘛。那你想说川普有没有说话？川普目前本人是没有说话，可是他的现在最重要的盟友伊隆马斯克他就有发了。伊隆马斯克就发这个南韩民众那边聚集，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画面，然后他说，南韩面临动荡，他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他后来又哇，的意思是什么？宝杰，你知道，事实上尹锡悦本人跟伊隆马斯克两个交情非常好。对，去年的时候，尹锡悦曾经去访问这个特斯拉，然后特斯拉说，我准备加强到这个韩国的投资，两个说的有说有笑啊。所以显然他们是好朋友，所以他这次发这个，就让人觉得，那是不是代表了这个川普准备要出手的一个讯息？也就是说，你今天伊隆马斯克发布了这个所谓的韩国街头的画面，是，可你要注意哦，他没有讲他支持尹锡悦，可是他发布的画面都是尹锡悦的支持，情绪非常高昂的画面。对，所以也就是说，你看目前为止来说，我们讲中美大战的第一战反而在韩国开打。为什么？我们讲尹锡悦是非常亲美的，没有问题。但是李在明是很亲中啊，所以他是说什么？李在明说什么啊？我上任之后，我这个要跟这个美国要切断关系，然后我要跟日本也要这个关系要这个转换，我要改善跟中国关系，我要改善跟北韩的关系。所以这是美国没办法接受的事情啊！你就知道，这就是原本人家推的就是这个文章，就伊隆马斯克在下面转贴就是这些文章。你看，哇，伊隆马斯克，哇，你看他叫 Stop the Steal， 对，这就是。当初川普说，2020年我的选举这个赢了，输掉就是被你们窃取，就他们也弄这个，但他们讲的是他们之前的国会大选，他们说 Stop the Steal， 对，你们是川普的口号，对，那你们根本就舞弊，那个国会就是舞弊，他们用这样的方式，那为什么要弄这个？宝杰，因为这一次的所有的灾难就是源自于国会他们输掉嘛，对，那如果国会是舞弊的话，那就根本没有这种事情啊，所以我才跟你说，现在尹锡悦这一派是决定。跟你硬干到底，对，那李在明这派也要跟你硬干到底。那说到最后，后面两边都有这个大咖在后面支持。而且你看到韩国现在他们也进行了一个网络战争，这个网络战争就是代表尹锡悦的这些右派全部在干嘛？我们的国会被窃取掉了，而且我们有个最大的敌人，我们的最大敌人是谁？他们居然直指李在明，对，他们讲李在明后面是谁？李在明后面是中国，对，甚至他们讲我会把中国人赶出去。他说我现在在外面看到的。很多都是中国的间谍。那你要说中国有没有出手？有，中国最近不是就放松说，我们欢迎南韩人呢可以这个免签证来到我们中国玩，所以中国也是在拉拢韩国。所以我跟你说，现在两边打的最重要就是在韩国。那你看美国怎么动作？你看美国就报道，这是《纽约时报》，他说这个右翼阴谋论如何加剧韩国的政治危机，就是开始在报道韩国美国就开始一直报道，就说你们这些所谓亲中派真的是太夸张的一个状况。所以你知道现在美国真的也是已经完全介入了这一场尹锡悦还有李在明之间的这个斗争。好，所以说你想说，现在尹锡悦能够等于说满血回归，他就等于说死里逃生。后面当然关键有一个美国人的影子，但美国这是一个中美大战的一个棋。那只有这样吗？当然没有。美国这样今天也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动作，居然把腾讯把很多的像这个所谓的大疆无人机，甚至连宁德时代这个做电池的，对。全部都说你跟中国人民解放军关系非常密切，你都已经变成了美国的制裁名单了。对，虽然说我们私底下这个川普跟这个习近平有沟通管道，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杀招是一招接着一招来。这最新的公布数是涉嫌这个跟解放军合作的五角大厦公布的名单，它里面讲到2家公司，一个是腾讯，一个宁德时代，第一次被列入到这个名单里面。那甚至还有很多中国制造的所谓的无人机，而且这引发什么？今天港股出现一个下跌，因为腾讯是他们最重要的资产，他们就说，你腾讯呢在帮中国打造什么？整个兵推、兵棋推都是你。那我们跟解放军在做这个相关的这个 AI 研究都是你。那这个宁德时代，我们无人机很多电子都是你在做了。所以他现在等于是用这样来这个要求这些公司被打入黑名单之后，未来可能没办法跟美国企业在做这个合作的一个状况。那在同时之间，我们看美国是做什么？美国今天的 CES 展的开幕，那黄仁勋开始在大谈 AI、无人机还有机器人，所以呢，可见什么？
美国跟中国的竞争在产业上的话，美国还是不止在韩国两边开打，我们在产业上面我们互相开打。所以跟你讲，在川普都还没上任之前，就双方已经打得火药味是非常强烈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情形。所以战争是无处不在了。当然，他甚至还有什么这个中国远洋集团啊，还有什么中国这个长航集团，这个跟航运股都相关。他们甚至说什么，你这个航运股啊，你们不是以为你们不是航运，你们本身就是解放军。为什么本身是解放军？我们就讲过嘛，他们曾经用这个商船，不是就伪装成可能里面有载什么这个包括这个所谓坦克车，或者怎样的方式嘛，到时候你们滚船也可以转变成这个军用的船。所以他们说你们本身就是解放军，那甚至不是还有来拖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所谓海底电缆，你们都是这些船公司。所以呢，到市场现在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大战，在川普还没上台之前就已经杀成这样。川普上来之后，一定杀得更加惨烈。那里面最重要的中美谁是赢家的最重要的观察指标，就是尹锡悦的去留。吴董，你又讲对了，尹锡悦真的没事了。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他的支持度居然可以从11%哦，直接现在暴冲到40%。所以这个实质上，尹锡悦的这个亲中亲美的内战，对，他已经取得一步步的上升的这个阶段性胜利。所以真的是中美大战。对，这个当然中美大战嘛，这个没有什么，我们分几个角度看。第一个就是当天发生戒严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那我问你，驻韩美军司令部什么态度？没有态度，怎么可能没有态度？这个会打仗的嘛，因为他的计划是干什么？你看北朝鲜也没有态度啊，没有态度。当时看他的计划就是准备逮捕这些亲中议员，然后用军事的力量去攻击北朝鲜嘛。对，当时就是一个军事攻击的一个前哨的动作嘛，那就做了一半就夭折了，如此而已。所以美军是有准备作战的。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能视而不见呢？所以美军当时真的是作为他的后盾，当然是他后盾。美军有这个核子潜艇都已经在停泊在这个韩国的这个军事港口，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他弄那么大的动作，就是要整个翻转韩国的内政，当然要国际形势一定会波及嘛。他怎么不懂呢？但当没有得到美国同意，怎么会干这个事情呢？对，因为为什么要得到美国同意？因为川普最急需要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俄乌谈判嘛。当开始他动到北朝鲜打下去的话，或是影响到他的牵制到北朝鲜军力的话，那普丁不是昏倒了？对，因为普丁马上就要从他马上就要开始要顾到北韩要撤军了，不是，俄军要来顾到这个战场了，变成第二战场出现了嘛？这个对川普来讲的话有极大的帮忙啊，也只有尹锡悦这种人敢干嘛。他超级带种嘛，对，那这是第一个大的背景嘛。但你不要忘记了，最近的开始的所有的景气的信号跟资讯通通释放出来了。现在韩国的景气现在什么情况？韩国的85%是大企业，对，大企业是什么东西？主要什么产业？是重工业跟半导体、高科技，对不对？现在这些产业现在是什么情况？什么产业？被打趴了。重工业全部现在很简单，都被中国打趴了。中国第一名啊！半导体现在是谁第一名？就是所谓的低润这些东西谁？通通的中方开始用低价原产货，才50%的价格倾销全球。我们昨天才谈到，就是说现在华为用这个所谓的这个固态的这个所谓的硬碟，它多少钱？1000块。可是你卖到外面，等于说韩国成本多少？2000块。对，所以这个就是韩国经济被打趴了嘛。它有20%的进出口往来是来自中国大陆，那变成全面倾销，所以韩国本身也民不聊生啊，已经不是光是一个外交跟军事问题，包括经济也受到中国的威胁，所以亲中派的市场已经没有市场了嘛。那这个已经是急剧的变化，在这个变化当中，尹锡悦措施可以维持这个衰退的可能性。对，而且最近你没有听到说韩国开始对台湾的半导体也产生非常多的释出很多善意，包括进一步的合作，对，包括台湾人准备要买很多的低润，透过台湾就外销到美国去。这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我上次提过，你忘记了吗？就是很简单，川普跟尹锡悦打电话的提出已经 settle 谈好一个重要的交易嘛？什么事？就韩华去买了美国的造船厂嘛？就韩国的资金跟人力跟它的生产力，要大量投入美国的重工业。帮助美国造船太重要了，因为目前造船全球第一名是中国。当美韩合作情况之下，美韩变全世界第一名了。美韩全世界第一名，成本又便宜啊，马上大量制造美国军舰呢。美国军舰现在已经在数量上已经居劣势了，输给中国了。还有大批的美国军舰在未来在几年内的
5到10年内要大批的退休，要退役的除役的军舰一大堆，那这怎么补充？那这个东西，这个的军力补充，同时还有一个更厉害的，这个如果说他们的造船业合作情况之下，它是外销全球的这个包括商船跟战舰啊，这是个很大的市场、啊。所以美韩要合作的，美韩合作不是军事合作，是军事合作，全面性的合作啊。那这个是对川普来讲的话是重要的 partner， 对，重要的伙伴关系。就你跑到中国去，那这个时候谁会跟他合作？尹锡悦，只有尹锡悦一个人嘛，所以尹锡悦是他不得不一定，他是很快的，他是在比日本之前就跟尹锡悦通电话，对，这不是这其来有志，他们一定有高度的在交流、在沟通情况之下，所以而且韩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对象，而且这个事情还在发生中。俄乌战场还没有谈好啊，他现在拿到韩国的这个压力给他之后，最近传出很多新的消息。如果韩国是完全配合美国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看门狗，你知道吗？这个看门狗的效果会非常好，对，而且会引到什么东西？最近很多新的谣言都出来了，包括普丁已经私下在跟川普在碰面。就很多秘密的事情都开始在大幅度的在展开了，对，所以这个韩国是他必须要的一个不可或缺手上的重要的筹码，所以尹锡悦是最重要的一个操盘手。可是现在不是讲吗？尹锡悦还是等于说你还是有官司啊，你还是被弹劾啊，现在难道不会把他给抓起来吗？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吗？这2天已经发生了很多事。他的禁卫队400人，他的原来的前一任总统的文在寅，文在寅的这个他的保安部队就60个人而已啊。那他一到以后，他把它搞成400个人。他从原来的100个他的建制的部队里面，另外调了300个特种部队进去，所以他早就准备要特种部队。所以他现在的，因为特种部队司令是他同学，所以他调了他总共他的军方已经现在有400个部队，而且所有的装备全部大量更新，你知道吗？他有新式的这些侦察仪器啦，包括狙击的仪器啦，包括对空的，一大堆东西，非常良好的一个部队。所以这一次这些所谓他是什么保护尹锡悦不是禁卫军，他的保护他的是特种部队，他是一个非常高效率、能力很强的一个特种部队，所以一般人他可以，而且这个部队只在法律上只接受总统一个人指挥，不接受任何人指挥，所以任何人想逮捕他，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最近有2次不是这个他的这个警察要冲进去，只想要冲进去，根本不可能。公调处他有开放到他们进来谈判，然后呢一看到完全势不可为，就是要跟他准备要除非作战嘛。那作战情况之下，那个警方，所以尹锡悦这么凶，警方根本没有胜利的可能性嘛，所以他已经摆明了就等到他的所谓的大法官，等到他的宪法法庭的裁判结果。那如果今天布林肯已经做出这种表态的话，那韩国人很现实，是吗？就一定过关嘛。所以尹锡悦100%过关，然后紧跟着就看到内部的清洗会开始。我用亲中派会非常非常痛苦的会被清洗掉。好，所以宇轩。刚才讲到的，美国的美中大战里面，韩国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棋子。现在这个棋子还在发展当中，但是你可以看到美国的力量进来了，你也很难想象尹锡悦居然可以从11%，几乎要土崩瓦解的，现在居然回到40%。这还不是如此，美国开始用另外一刀，今天居然讲说，五角大厦公布居然腾讯、宁德时代都跟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我看了以后眼睛掉下来，腾讯不就做电动玩具的吗？宁德时代不就做电池的吗？为什么腾讯跟宁德时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外围组织呢？宝良哥，事实上现在五角大厦只有一个态度，杀无赦。什么意思？你只要沾到一点边，你只要沾到一点关系跟中国有关的相关企业，通通都列入他的清单跟黑名单里面。因为你不要误会一件事情，中国没有什么国营企业，也没有什么民营企业，只要共产党说我要征用你，你就是军用的企业。它的概念是这样子嘛？所以他们真的是军用企业？当然是。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清单叫做1260H 清单，它里面列得非常清楚，包括宁德时代，甚至包括腾讯。所以腾讯不是做游戏打电动的吗？来，我来解释给你听嘛。为什么会被列入这个黑名单？你只要列入之后呢，第一，你跟中国我们讲了它所有相关的合作的美国企业呢，恐怕都会遭殃。它会造成什么效果？我今天五角大家禁止你，对不对？美国企业不敢跟你合作了，不敢跟你碰了。包括你宁德时代做什么？做电池嘛，对不对？那最近我美国跟你有买电池、有技转、有合作的，我通通闪边，不能买宁德时代了。对，所以你想想看马上股价崩跌。你看包括腾讯早盘呢，在被公布在这个1260H 清单之后，直接重挫7%。而就连我们讲的宁德时代，它也一样
大跌5%。好，那这时候问题来了，到底这些企业相关的地方在哪里？你说好，宁德时代我比较容易理解嘛？为什么？福特汽车就跟他买电池啊？对不对？授权嘛，那你说哦，这些电池它可能会隐藏在整个汽车里面。先前是不是谈论到电动车也是美国的国安危机嘛？这个可以理解，但腾讯你就没办法理解了，对不对？来，我来跟你解释为什么。第一，腾讯做游戏，对不对？宝德哥，你知道现在游戏精致到什么地步吗？它有一个软体叫做我们讲的 Ginex， 你知道这个 Ginex 可以干嘛吗？游戏里面现在讲什么大逃杀，对不对？它是不是有很多拟真的地图、城市、都市，一个一个？不好意思哦，他现在说我只要25分钟。你给我台北市相关的资料，我马上25分钟之内帮你画出来，可怕在这里嘛。但你看哦，他就直接画给你看，不只是这样哦，所以我的军事地图就有了。而且你知道更可怕在哪里啊？他不是说哦，以前做这个地图要做5天哦，可怕在这，因为战争是什么瞬息万变的，他现在不是，因为全部都 AI 化，也就是说我只要画点线面，比如说忠孝东路画一条，林森南路画一条，我们讲信义路画一条，你看就现在这样子，他是随便上面乱画几条线。哦，你的手说宇轩好丑哦，这个没什么大不了，没有，马上 AI 一出现，biang 一个全部变立体图案，而且这叫什么？这叫做大战略的城市规划，它可以瞬间25分钟之内把你画出来之外，不好意思你以为室内不行吗？有，室内也可以。所以这里有什么样的房子，这个房子长什么样子，它全部都有了。对，你看哦，他只是把室内的照片哦汇进去的照片而已哦，马上他把那个3D 的我们讲的整个房子的我们讲的图像立体化，全部都模拟在那边。那如果说我要打城市战争，打城市战争里面我要打到房子里面，所以在房子里面的图我都有了。因为我们现在最讲究的是滨海巷战嘛，那你想想看这个多可怕！如果说未来他们就派一个无人机来啊，然后开始那边东拍拍西拍拍啊，甚至是空拍，把你照片全部拍起来，拍起来之后回去25分钟，根本都不用回到国家里面前线的指挥基地，开始输入电脑，biang 一个。你是全部腾跟红蓝花呢？人家全部连你的战略位置，你可以躲藏哪里都知道。所以我要攻进总统府，我就去画博爱特区。我可以把博爱特区每一栋房子，甚至我可以把总统府里面所有的动线都画出来，而且是1:1完美比例的透过3D 的成像，直接呢画素输入到他们的资料库里去。所以腾讯有这个能力。宝哥，我再讲一个更可怕，好不好？腾讯还有做另外一个东西叫 Valorant 是一个什么射击游戏？很多人想说啊，宇轩射击游戏那个东西都假的嘛，你错了。宝哥，你知道现在射击游戏最可怕在哪里吗？它的里面的参数你要仔细看哦，你看到这个射击游戏对不对？它的子弹是会下坠的，而且呢，它根据它的物理性的目标，它的我们讲 momentum。玩射击游戏都讲究一个叫做 momentum 是什么？动能，也就是说它是按照物理常数等比例的去试算。对，所以为什么他们讲说现在腾讯甚至支援所谓的国防军工业？因为理由很简单，地图画出来了，我要去测验啊，我要去测试啊。要怎么样去测试？它只要把现行有的，比如说中国解放军，它在我们讲巷战或者它的陆军相关的子弹常数、基数、出射速度、它的弹发击发速度、它的装填速度，全部输入进去之后，宝德哥知道它干嘛吗？它可以用 AI 模拟去跑。所以它连 AI， 甚至我们讲虚拟实战，就是说在战争状况之下，比如说我该用什么样的武器，我该用什么样的 RPG， 或者是我要用什么样的无人机，它通通可以在有地图的状况进行完全方面的模拟。所以我们在射击的时候都要打靶归零，打靶归零，你打175，你跟你打300，你瞄准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对，那跟你的弹道曲线有关系。他们可以透过这个去训练你的弹道曲线。对，所以把那个大热闹，外行人看热闹。现在其实射击游戏全部它都拟真化，也就是说你跳多高，你的我们讲的你在冲刺多久之后呢，你剩下来的动能会让你滑行多远，以及子弹它可以射击到下坠的速度有多少，全部都计算在里面。所以你想想看，这种东西配合它的这种25分钟 AI 地图，吓死人！腾讯是什么？根本就是虚拟的自己的战略，我们讲模拟战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机器嘛。所以他们现在讲说，腾讯根本就是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训练他的战士。而且你想想看，未来它根本就不用人来，就无人机嘛。无人机它只要你想定结束之后，无人机虚拟路径规划好，它就可以狙杀。但更可怕的是什么？它要有狙杀能力。所以不好意思宁德时代做跟以色列一模一样的事情叫什么？把腾讯做跟以色列一样的事情叫做人脸辨识。你想想看他直接在官网上，我们都讲中国是天眼嘛，他随便路上走的、爬的，我们讲会跳的，他都有办法把你辨识。那如果他把我们国家的元首、重要的官员、国防部长的资料人脸输入进去，请问一下，配合他们的无人机，会不会产生这种狙击的效果？以色列之前不就是这样子干的吗？对，所以他们讲说，腾讯这家伙，你看他以为只是一个游戏公司，夯不啷当，每天做手游骗人家钱，不是，他背后其实他有非常大的战略动能。如果说这个东西，现在美国五角大家已经注意了，因为一旦它跟中国的解放军完全的结合，在未来的 AI 战场上，可能是一个巨大的侵袭。所以腾讯有这么厉害？对，没有错，而且不止这样。
包括我们讲宁德时代为什么讲说也可怕？各位你要知道，当宁德时代它所有的电池都输入进去，因为美国现在很多的军营都说我们要禁止使用相关的我们讲宁德时代的电池，因为理由很简单，他说对国家的安全威胁我们讲不会比砖头大。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你看它这个电池如果安装进去，那请问一下，它如果可以远端操控呢？它如果可以远端遥控呢？因为它如果在里面有内挂任何机制呢，所以包括他们海军陆战队都说，未来这些电池可能都有所谓的我们讲的国安的疑虑，我们一面禁止使用。而且宁德时代它的电池已经研发到什么程度？连零下40度它都可以使用。你知道零下40度概念是什么吗？战争使用，也就是它可以跨越地形障碍，甚至不论你的温差是高温或者是低温，或者是在俄罗斯。它通通都可以使用，而在这个情况下，你还会怀疑说中国的民间企业真的有威胁吗？好，对的。他讲的，现在中国在美国排山倒海的压力下，这个战争的前沿已经到了台湾了，台湾已经感受到威胁了。什么感受到威胁？等我们看这个什么，这是中国的货轮，中国的货轮顺兴39号，你们发现它就在台湾，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北部跑来跑去，它都怎么走？都跟我们的海底的电缆的路线都差不多。它等于说，第一个要抓我们的海底电缆路线，第二个要破坏我们海底电缆的路线，第三个讲，之前不是讲说要封锁台湾吗？它封锁台湾很多的攻击区域，也跟我们的海底电缆的分布有关。代表如果真的要打仗的话，他们要第一个破坏台湾的就是我们的海底电缆。那么这一艘事实上呢，顺兴39号是一艘中古的比较破烂一点的这个相关的货轮啊。那么它挂的登记是科迈龙，然后事实上呢，这个船只呢，好像表面上是香港公司所有，其实真正拥有的人是中国公民。那么这艘船在那边干什么？你是单纯的运货的吗？你运货的不是会有一个起点跟一个终点嘛？然后呢，紧接而来呢，如果你是这个捕鱼的，它也不是渔船嘛，所以它在那边干什么？它只有一个动作，因为发现它做了一个很不寻常动作，它在那个地方下锚。我告诉你下锚要把锚刚好要打断我们的海底电缆，那个可能性是很低的。它是用锚打断？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因为你那个下面的这个什么海底电缆啊，那么它虽然是平躺在海底里面，但是事实上呢，它虽然是蛮粗的，可是问题是你的锚要刚好可以打断，表示你在这个地方你就是锁定这个地方而来嘛。这个是国安问题，这不是单纯的一个不小心打中。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不是第一次割断我们的海底电缆。那宝杰，你还记不记得马祖跟台湾之间的海底电缆被他们弄断了几次？弄断了好多次，已经多到无以复加了。那你不要告诉我说你是因为在拖网啦，所以呢不小心呢在拖网的过程当中把这个海底电缆给搞断，因为不约而同的都是锁定我们的海底电缆而来。台湾的海底电缆呢，那么为什么要海底电缆？因为我们现在是以 Internet 的这个网络时代，所以你要怎么通讯，只要跟世界各国连，都必须要用 Internet。海底电缆它里面的这个光纤呢，速度非常的快，然后所以呢，那么中共在做什么事？这个是所谓的封锁台湾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点。因为我如果把你的海底电缆给弄断了，我问你，台湾总共对外有14条的海底电缆，我把这14条的海底电缆弄断了，你知道台湾变什么？变孤岛。变网络上面的孤岛，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全是全都当然，你可以告诉我，还有天上的卫星，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天上的卫星的全部加起来建制完毕，建制容量最大，也没有海底电缆不会超过13%。也就是说，全台湾可能后来这么整个台湾的这个通讯呢，就会被中共全部给截断。但现在呢，我们开始在建构属于这个另外一家欧洲公司不受这个星链计划影响的这个相关的空中的低轨道卫星嘛。因为我们很清楚，把你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等于说你的那个上网的这个能力呢，全部切断了以后，台湾就是个哑巴。台湾是个哑巴了以后呢，你就没有办法联络。不过在军方不在此限，为什么？美国拜登政府在去年底又卖我们 Link 16相关升级版的更多的这个等于说相关的网，这个东西在天上的美国的这个卫星间谍卫星呢，就是要万一有一天老共来这招的时候，你的军队跟你的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联系不会断掉。所以军方的 Link 16可以用，我们自己本身也有，我们自己本身建构在包括我们海巡署，包括我们的这个等于说国军3军，还有飞弹基地雷达部分，我们都有建构自己完整的封包型的封闭起来，万一老共弄断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 Link 16，可以利用其他的这个网络天上的卫星啊。不过有一个缺点就是，台湾的民间这2300多万的这个老百姓呢，
它的网际网络的通讯即将面临到断讯变成哑巴的命运。